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台湾小哥哥被朋友井号34骗井号34到上海相亲角的奇妙经历。这位台湾男生叫阿伟，是我表妹的大学同学。前段时间来上海出差，谁知道就碰上了这么一出34相亲奇遇记井号34。阿伟今年32岁，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当工程师，工作稳定，长相也挺帅气的，就是感情路一直不太顺。他这次来上海是参加一个技术交流会，顺便看望在这边工作的大学室友小李。小李在上海已经定居5年了，娶了个上海姑娘，两人感情很好。那天周末，小李神秘兮兮地对阿伟说：“兄弟，带你去见识一下上海特色文化景点。”阿伟还以为是要去什么网红打卡地，结果小李直接把他带到了人民公园的相亲角。天哪，要知道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可是闻名全国的井号34，婚恋市场井号34啊！阿伟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一脸蒙圈的被拉进了公园，远远就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。他起初还以为是什么文艺表演或者集市活动，走近一看，傻眼了。只见公园里的林荫道两侧站满了人，很多是50、60岁的爸爸妈妈们，他们手里拿着纸条或者小广告，内容清清楚楚地写着自家儿女的各种井号34，硬件条件井号34。年龄、身高、学历、工作单位、年收入、有无房车，有的还贴了照片。这是在做什么？阿伟一脸震惊地问小李。小李笑着解释，这就是上海相亲角啊，每个周末，全上海的父母都会来这里给自家孩子找对象，明码标价，直接高效。阿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竟然这么直接。在台湾，相亲也没有这么赤裸裸啊。正说着，一位阿姨走过来，上下打量了阿伟几眼，然后笑眯眯地问：“小伙子，多大年纪啊？做什么工作的？有对象吗？”阿伟还没反应过来，小李已经替他回答了：“阿姨，我朋友今年32岁，台湾人，在科技公司做工程师，年薪不错，单身。”这下可不得了。那位阿姨眼睛一亮，立刻掏出手机，说要给阿伟看他女儿的照片。一瞬间，周围几位带着井号34相亲任务井号34的父母都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询问起阿伟的情况。是台湾来的啊？在上海有房子吗？工作稳定吗？有上海户口吗？打算在上海定居吗？父母是做什么的？阿伟被这阵仗吓得不轻，只能尴尬地回答：“我只是来上海出差几天，没有房子，也没有上海户口。”话音未落，围观的阿姨叔叔们顿时露出了失望的表情，有几位甚至直接转身离开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小李看情况不对，赶紧解围：“各位阿姨叔叔，我朋友虽然没有上海户口，但他在台湾有房有车，工作也特别好。年薪折合人民币50多万呢。”此话一出，刚才还准备离开的几位家长又重新燃起了兴趣，纷纷递上了自家女儿的照片和联系方式。阿伟哭笑不得，只能硬着头皮接过那些纸条。在相亲角待了不到半小时，阿伟的口袋里就塞满了各种井号34、简历井号34，甚至有位特别热情的阿姨直接把女儿叫到了现场，来个井号34。面对面相亲34，那位姑娘看起来20，长相气质都不错，是一家医院的护士。见到阿伟后，姑娘显得很害羞，但还是在妈妈的催促下跟阿伟聊了几句。阿伟完全没想到自己只是来上海出差，竟然会经历这样的34相亲速配井号34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在交谈中他了解到，这位姑娘的择偶条件非常明确，对方必须有上海市区的房子，最好有车，年收入税后至少30万，身高1.75米以上，年龄不超过35岁。当得知阿伟没有上海的房子后，姑娘妈妈直接问：“那你有多少钱可以在上海买房？你们台湾人来上海工作需要办什么手续？税收怎么算？”这一连串的问题让阿伟目瞪口呆，他从来没有想过相亲还能如此井号34。实际井号34。人民公园的这一幕让阿伟感受到了上海市相亲的独特魅力。
也让他见识到了海峡两岸在婚恋观念上的巨大差异。在台湾，虽然也有家长介绍相亲，但通常是私下进行，双方会先吃个饭，互相了解一下，很少会像上海相亲角这样把各种条件摆在明面上谈。而且台湾年轻人对于婚恋的态度相对来说更加随性一些，不会那么强调井号34，有没有房34，有没有车34，这些物质条件。而在上海，尤其是在这样的相亲角，婚姻似乎更像是一场交易，双方的条件必须匹配，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。房子、车子、户口、收入，这些都是首要考虑的因素。阿伟离开相亲角后，还处在震惊状态中。他对小李说：“我的天啊，这简直就像是在菜市场买菜一样，每个人都明码标价，太直接了吧？”小李笑着说：“你以为呢？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婚姻可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特别是对于上海女孩子来说，嫁人就意味着未来的生活品质，当然要把条件摆在前面了。”阿伟摇摇头，感叹道：“在台湾，我们也会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，但绝对不会这么赤裸裸地问出来，一般是交往一段时间后慢慢了解，而且更看重的是性格合不合，三观对不对。”小李拍拍阿伟的肩膀，海峡两岸一衣带水，但在婚恋观念上确实有很大不同。上海人讲究的是井号34，门当户对井号34，特别是对于女方来说，男方有没有房子几乎是第一道门槛。阿伟若有所思，其实我能理解这种想法，毕竟上海的房价这么高，如果男方没有房子，结婚后的压力会很大。但在台湾，我们更多是两个人一起打拼，共同购房的情况也很常见。当天晚上，阿伟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：今天被骗去了上海相亲角，没房没车没上海户口，众人围观，场面太火爆，大开眼界。原来在上海，大家真的是明码标价来征婚的。这条状态立刻引来了许多台湾朋友的评论，有人表示不敢相信，也有人说早就听说过上海相亲角的井号34，传奇井号34。更有朋友调侃道：“怎么样，有没有碰到命中注定的上海姑娘？”阿伟回复说：“哪敢啊，我这条件在上海相亲市场根本不够看，人家开口就问有没有上海户口，有没有市区的房子，我这台湾工程师在那里瞬间变成了穷光蛋。”让阿伟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一早，昨天见到的那位护士姑娘竟然添加了他的微信。原来是小李把阿伟的微信号给了人家，护士姑娘叫小周。微信上她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虽然你没有上海户口和房子，但我觉得你人挺好的，而且台湾男生给人的感觉比较温柔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多聊聊。”阿伟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礼貌地回复了。在接下来的聊天中，他发现小周其实是个很有想法的姑娘，只是在相亲角那样的环境下，她不得不遵循妈妈设定的那些硬性条件。小周告诉阿伟，其实我妈妈那一代人特别看重这些物质条件，但我自己更在意的是两个人能不能聊得来，三观合不合。不过在上海这个地方，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，生活确实会很辛苦。阿伟理解地说，在台湾也是，房价也不低，但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强调一定要男方准备好房子才能结婚，很多情况下是两个人一起努力买房的。小周好奇地问，台湾的相亲是什么样的呢？你们也有类似相亲角这样的地方吗？阿伟笑着解释，没有这么正式的34，相亲市场井号34啦，我们通常是通过朋友介绍，或者参加一些联谊活动认识异性，即使是父母介绍的相亲，也都是私下约在咖啡厅或餐厅见面，很少会有那么多人围观的。而且阿伟继续说，在台湾即使是相亲，大家也不会一上来就问井号34，你有没有房子？井号34，井号34，你年收入多少？井号34，这样的问题通常会先聊兴趣爱好、人生目标这些，看双方合不合得来。小周若有所思，感觉台湾的相亲方式更浪漫一些呢。上海这边，特别是在相亲角，简直就像是在谈生意一样。阿伟笑了，
各有各的道理吧。上海这种方式虽然直截了当，但确实也很高效。毕竟在婚姻这件事上，两个人的经济条件确实很重要。随着聊天的深入，阿伟和小周发现彼此其实有很多共同话题。小周喜欢看台湾偶像剧，对台湾的夜市文化也很向往，而阿伟则对上海的历史和美食充满好奇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阿伟抽空和小周见了几次面，他发现离开了相亲角那样的特殊环境，小周其实是个很有想法、很独立的姑娘。他告诉阿伟，他也不太喜欢相亲角那种方式，是被妈妈硬拉去的。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去台湾旅游，小周说，听说台湾人都特别亲切友善，而且台湾的夜市文化特别有魅力。阿伟笑着说，有机会一定要来啊，我可以带你去逛士林夜市，吃正宗的台湾小吃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我们台湾人虽然温柔，但在爱情上可一点也不含糊，认定了一个人就会很专一的。小周害羞地笑了，这点倒是和上海女生有共同之处，我们也很重视感情的专一，只不过在上海这个大都市，生活压力太大，所以在选择伴侣时会更加慎重一些。通过与小周的接触，阿伟对上海女生有了新的认识。他发现，虽然在相亲角这样的场合，大家看起来很看重物质条件，但背后其实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负责任态度。同时，阿伟也向小周分享了台湾年轻人的恋爱方式。在台湾，虽然也面临着高房价的压力，但年轻人谈恋爱时往往更注重两人的情感契合，结婚后在一起面对生活压力。台湾女生普遍比较独立。阿伟说，很多女生不会把井号34，对方有没有房子井号34作为择偶的首要条件，而是更看重两个人是否互相尊重，能否一起成长。小周若有所思，这种恋爱观念听起来很美好，但在上海，可能因为竞争太激烈，大家都会比较现实一些，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，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，婚后的生活可能会很艰难。阿伟点点头表示理解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压力，选择什么样的伴侣确实需要考虑很多现实因素，这也是为什么上海相亲角会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吧。在和小周的交流中，阿伟逐渐了解到了更多上海婚恋市场的井号34，潜规则井号34，比如在上海，男方家庭至少要有一套市区的房子，最好是学区房，男方最好有车，有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。如果能有上海户口，那就更完美了，因为这关系到未来孩子的教育问题。而在台湾，虽然也会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，但通常不会像上海那样把硬性条件摆在第一位。台湾年轻人更看重的是两个人的情感基础，共同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。结婚后的房子，很多情况下是两个人一起努力购买的。在阿伟出差的最后一天，小李特意安排了一顿晚餐，邀请了小周和几位朋友一起聚餐。席间，大家聊起了婚恋话题，讨论得十分热烈。一位已经结婚的上海女生坦言，在上海这个地方，如果男方没有房子，结婚后基本上就要租房子住，每个月的房租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再加上将来要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如果没有上海户口，孩子上学会很麻烦。所以我们上海女生在选择伴侣时，不得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。另一位上海男生也表示，作为男生，在上海想要娶到媳妇，确实压力很大，房子、车子、户口、收入，这些都是必备条件。我好几个朋友都是靠父母全款买房才能结婚的。听了这些，阿伟不禁感叹道，在台湾，我们也面临房价高的问题，但一般不会把34，男方必须有房34作为结婚的前提条件，很多情况下是两个人结婚后一起努力买房子，而且我们更看重的是两个人能否和谐相处，三观是否一致。小周插话说，其实我个人也更认同台湾的这种婚恋观，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感情基础，但在上海这个环境下，不得不变得现实一些。阿伟好奇地问，那么如果遇到一个没有房子但是很爱你的人，你会怎么选择呢？小周思考了一下，回答道，
如果真的很相爱，我觉得可以一起努力，但前提是这个人要有上进心，有能力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。餐桌上的讨论让阿伟深刻体会到了海峡两岸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，也让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回到台湾后，阿伟把自己在上海相亲角的经历讲给朋友们听，引来一片惊叹声。真的假的？竟然直接把条件写在纸上，这也太直接了吧？那岂不是跟招聘会一样，看简历、面试，最后决定要不要签约？阿伟笑着说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这样做也有它的合理性，毕竟婚姻是人生大事，坦诚相见总比隐藏条件后来再失望好。一位女性朋友好奇地问，那上海女生一般都有什么样的择偶标准呢？阿伟回忆道，基本上都是井号34，有房有车有户口，井号34，这3大件再加上年龄、身高、学历、收入等要求，其中房子是最硬性的条件，几乎所有女生和家长都会把这个放在首位。哇，那岂不是很难找到对象？朋友惊讶地问。阿伟点点头，是啊，所以你看上海相亲角那么热闹，大家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推销自家孩子，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，有人说这太功利了，也有人说这很现实，各执一词。阿伟只是笑而不语，心想着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没有对错之分，只是不同的选择而已。阿伟的这段井号34，上海相亲经历井号34，很快在朋友圈传开了，甚至有人建议他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网络文章，分享给更多人。阿伟想了想，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文化对比，于是答应了下来。让阿伟没想到的是，他和小周的联系并没有因为他回台湾而中断。通过微信，两人经常分享各自的生活点滴和工作趣事。小周甚至计划利用年假来台湾旅游，阿伟欣然表示可以当导游。在与小周的交往中，阿伟发现虽然两岸的婚恋观念有差异，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相通的。小周虽然生活在相对物质化的上海，但他本人并不完全被这种氛围所左右，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生追求。一天，小周在微信上问阿伟，你觉得台湾男生和上海男生有什么不同？阿伟想了想，回答道，这个问题有点大啊。不过从我的观察来看，台湾男生可能更温和一些，在家庭中也更愿意分担家务，而上海男生给我的印象是比较精明能干，在事业上更有拼劲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普遍印象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。小周又问，那台湾女生呢？和上海女生比起来，阿伟笑着回复，台湾女生普遍比较独立，不太依赖男方的经济条件，更看重两个人的情感交流和共同成长。而上海女生则更加现实一些，会更注重对方的物质条件，但同时也很有主见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小周发来一个笑脸，听起来各有千秋啊。其实我觉得，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，最重要的还是看个体吧。阿伟完全赞同，没错。所以我从来不会用地域来判断一个人。就像你，虽然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但你的很多想法其实和我认识的台湾女生很像。小周对阿伟的这番话感到很开心，他回复道，其实我一直觉得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应该被地域或者物质条件所限制。虽然我生活在上海，周围的人都很看重这些外在条件，但我自己更希望找到真正能懂我的人。阿伟看到这条消息，心里有种莫名的触动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欣赏这个上海姑娘了。她身上既有大都市女性的独立与睿智，又不失传统女性的温柔与体贴。2个月后，小周真的来台湾旅游了。阿伟特意请了3天假，带她游览了台北的各个景点，品尝了正宗的台湾小吃，还去了阿伟的大学校园和他经常去的地方。在淡水老街看夕阳时，小周突然问，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，你会考虑来上海发展吗？这个问题让阿伟有些措手不及，他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，回答道，其实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但如果是为了爱情，我觉得去哪里都可以。不过我更希望的是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能一起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
共同成长。小周点点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其实，在上海相亲角那天，我本来是被我妈妈硬拉去的，根本没想到会遇见你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次34意外井号34，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际遇。就这样，一个源于井号34，被骗去相亲角井号34，滴奇妙缘分，让两个来自海峡两岸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。他们的故事也引发了不少朋友的讨论，大家都很好奇这段跨海恋情将如何发展。在接下来的1年里，阿伟和小周一直保持着异地恋关系。阿伟每隔2个月就会去上海出差，顺便见小周。小周也利用假期多次来台湾，两人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加深了解，感情也越来越稳定。让小周惊喜的是，阿伟对上海的生活和文化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适应力。他甚至开始学习上海话，虽然说的不太标准，但这份努力让小周很感动。同样，阿伟也发现小周并不是那种特别在意物质条件的女生。他坦言，虽然上海的婚恋市场很看重房子、车子这些，但他个人更在意两个人是否相互理解、支持，能否一起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。1年后，阿伟的公司决定在上海设立分部，并邀请阿伟去负责技术团队。这对阿伟和小周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。阿伟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，决定搬到上海发展。当阿伟告诉小李这个决定时，小李笑着说：“看来我当初把你骗去相亲角是做对了，这可是一箭双雕啊！不仅找到了女朋友，还顺便解决了工作问题。”阿伟摇头笑道：“说实话，如果不是那次井号34意外井号34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了解到上海相亲角这种独特的文化，也不会遇见小周。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么奇妙，最意想不到的相遇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”在阿伟正式搬到上海前，小周的父母坚持要见见这个未来的女婿。毕竟在中国传统观念中，女儿找对象，父母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。见面那天，小周的父母一开始对阿伟的态度有些保留，特别是当得知阿伟在上海没有房子，只是打算先租房住的时候，小周妈妈的眉头明显皱了起来。你们打算结婚后住哪里？小周妈妈直接问道。阿伟坦诚地回答：“阿姨，我打算先在上海稳定下来，熟悉了工作环境后，再考虑买房的事情。不过我在台北有一套房子，如果小周愿意，我们也可以考虑在台北发展。”小周爸爸插话道：“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同了，我们那个年代结婚前一定要有房子，但现在很多人选择先租房，慢慢再攒钱买房，这也无可厚非。”小周妈妈虽然还有些担忧，但看到女儿坚定的眼神，也只好点头表示理解。她转而问阿伟：“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未来孩子的教育问题？上海户口对孩子上学很重要的。”阿伟回答：“这个我了解，我们公司已经在帮我申请工作居住证，满足条件后可以考虑落户上海。不过就算没有上海户口，我们也会为孩子的教育做好规划的。”通过这次见面，小周的父母逐渐对阿伟有了新的认识。他们发现这个台湾女婿虽然不符合传统上海相亲市场的标准，但他真诚、上进、有责任感，最重要的是他真心爱着自己的女儿。当晚回家后，小周妈妈对女儿说：“阿伟这个人不错，虽然条件上差了点，但人品和能力都很好，你自己喜欢就行，妈妈尊重你的选择。”小周感动地抱住妈妈，谢谢妈妈理解。其实在我看来，阿伟的条件一点都不差，他有爱心，有责任感，对我也特别好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3个月后，阿伟正式搬到了上海，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。小周帮他找了一个离公司不远的小区租房住下，虽然房子不大，但收拾得温馨舒适。阿伟很快就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节奏，他发现这座城市虽然竞争激烈，生活压力大，但也充满了机遇和活力。特别是有小周在身边，一切困难都变得不那么可怕了。搬来上海半年后，阿伟正式向小周求婚了。求婚的地点选在了当初他们相遇的人民公园相亲角。那天，阿伟特意准备了一块写有台湾工程师、有房有车、年薪50万、诚心寻觅有缘人的牌子，站在相亲角中央。
当小周被朋友井号34骗井号34到现场时，看到这一幕，不禁捧腹大笑。阿伟单膝跪地，掏出戒指盒，深情地说：“1年多前，我被骗来这个地方，遇见了你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意外。今天我站在同样的地方，不再是被骗来的，而是主动来寻找我今生的伴侣。小周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小周感动得泪流满面，用力点头，我愿意。此时，相亲角的阿姨叔叔们都围了过来，对着这一幕鼓掌喝彩。有位阿姨还笑着说：“小伙子有心了，回到初次相遇的地方求婚，真浪漫。”阿伟和小周的故事很快就在上海相亲角传开了，成为了一段佳话。大家纷纷感叹，看来相亲角还真能成就好姻缘。婚礼当天，阿伟的台湾亲友和小周的上海亲友欢聚一堂。婚礼上，阿伟还特意准备了一个小视频，讲述了他们从相亲角相遇到相爱的全过程，引得宾客们笑声连连，掌声不断。婚后，阿伟和小周在上海买了一套小房子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。虽然房子不如上海相亲角标准中的市中心大平层，但却充满了两人的爱与温暖。2年后，他们迎来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，小家庭更加幸福美满。每当有朋友问起他们是如何认识的，阿伟总是笑着说，那是一个被骗去相亲的美丽意外。这个源于上海相亲角的爱情故事，不仅让阿伟和小周找到了彼此，也让海峡两岸的婚恋文化有了一次美妙的碰撞与融合。他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台湾还是上海，无论是注重感情还是看重条件，真正的爱情都能跨越一切界限，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光彩。看到这里的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相信很多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吧。婚恋观念无所谓对错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，无论是在哪个城市，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相遇。我是丽姐，下期再见。